破局，乌克兰入盟之路不可逆转。芬兰成北约新支点，部署多军陆战司令部。空中暗箭，俄无人机借道白俄。俄罗斯入侵的代价，每平方公里阵亡124名士兵。乌克兰500万架无人机出售美国。欧盟 SAFE 国防贷款，波兰成为最大的受益者。10年掌控，美国主导加沙重建。胡塞武装展开复仇行动，袭击以色列油轮。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乌克兰加入欧盟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了。9月2日，欧洲扩展事务委员马尔塔克斯证实，乌克兰加入欧盟的道路是不可逆转的，不能成为停火谈判的一部分。在加入欧盟这条路上，乌克兰已经走了很远了。所有6个集群的筛选，也就是法治、医疗健康等都已完成，反腐败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基金会集群的谈判即将开始。在乌俄战争持续的当下，乌克兰加入北约或许不太可能，但加入欧盟，俄罗斯无法阻止。即使是和平谈判，也无需讨论这件事。欧盟说完狠话，北约也有新消息，在芬兰部署的多军陆战司令部已经投入使用，这是将军事部署直接摆在了俄罗斯家门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根本原因，就是觉得乌克兰加入北约后会威胁到自己的安全。没想到乌俄战争爆发后，芬兰与瑞典当场选择放弃中立国，投入北约的怀抱。在加入北约后，芬兰就在不断提升战力。北约也将其打造成应对俄罗斯威胁的新支点。早在2024年，北约就表示要在芬兰境内设立2个司令部，分别是多军陆战司令部与前沿地面部队司令部。前者部署在芬兰南部的米凯利市，距离俄罗斯边境仅140公里，由位于美国诺福克的北约联合部队司令部管辖；后者则部署在芬兰北部的罗瓦涅米或者是索丹区来。9月1日，芬兰国防部宣布，北约多军陆战司令部已经投入使用。全天候24小时运作，目前大约只有10名人员，之后将逐步增加，所辖总兵力8万人。其任务就是监督北欧盟军的协调，规划北欧的联合训练和演习。如果与俄罗斯爆发冲突，这里就是北约西北方向陆上作战集群总部，接管芬兰、瑞典、挪威等国的地面作战力量，以及北约其他成员国在该地区的驻军。除了多军陆战司令部，北约还计划在芬兰设立前沿地面部队司令部，其位于北极圈内的拉普兰区，属于北欧与东欧的地理交汇点。就目前来看，该地区有多处军事设施，比如罗瓦涅米空军基地、陆军营地等。从指挥对象来看，前沿地面部队属于北约3级战备体系中的1级战备部队，特点就是快速部署等，可以随时应对俄军的入侵。现在完全可以说，北欧已经成为北约的战略新支点。2023年底，芬兰将15个军事基地开放给美军使用，包括10个陆军基地和训练场。芬兰北部的铁路运输系统也允许美军无偿使用。瑞典的哥德兰岛成为北约的新军事基地，其扼守通往波罗的海的交通要道。芬兰也将芬兰湾东部的3个海上交通要点变为军事边界观察点，以这些基地为基础，北约可以从北极到波罗的海，甚至东欧和黑海一线划设新边界。就结果来看，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属于绝对的败笔，虽然夺走了乌克兰东部的一些土地，但是在战略上已经输得一败涂地。结合南高加索的离心以及中东局势的变化，因为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太多东西，不知道普京现在是否后悔。战场之上，俄罗斯无人机接到白俄攻击乌克兰。根据媒体的报道，乌克兰空中威胁探测系统记录了见证者无人机在白俄罗斯境内飞行的过程。根据监测，俄罗斯一组无人机从切尔诺贝利越过乌克兰边境，并继续向南飞行，向基辅、瓦西里科夫和波罗瓦移动，最后飞往日托米尔。俄罗斯无人机进入白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在7月底的时候，白俄罗斯国防部就发布消息称，在领空发现一架装有炸药的无人机，该无人机违反空域使用规定，在电子战系统的压制下坠落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一处房屋附近，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残骸对多辆汽车造成破坏。很明显，这是俄罗斯的见证者。这款无人机经常跑到其他国家，立陶宛、波兰对此深有感触。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些无人机进入白俄只是导航系统出现故障而已。火力军第一个不相信，俄罗斯这样做的目的就是避开乌军的防空重点，打击乌克兰基础设施。在上一周，俄军发动了2次大规模空袭，超过500架无人机与数十枚导弹冲向乌克兰本土，但并未造成太大的伤害。在这2次空袭中，乌军的拦截率超过94%，俄军的匕首都被斩于马下，更别提无人机了。眼看空袭无法威胁到乌克兰，俄罗斯选择了另辟蹊径，从白俄街道避开乌克兰的防空重点，从侧面攻击。不过效果同样不怎么样。乌军拥有的是防空体系，只要提前发现目标，拦截见证者无人机并非难事。
前线部队乌军组建新部队，地面机器人都能暴打俄军士兵，俄罗斯却越打越弱，入侵的代价已经显现，每占领1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要阵亡124名士兵。9月3日，乌克兰第3突击旅宣布建立一支机器人系统连，也就是用机器人替代前线士兵。很早之前，乌军就开始在战场上使用机器人，但更多是执行后勤任务，比如运送弹药、伤员后移等。但现在第3突击旅将其拉到了前线，实战效果也不错。在7月份的时候，乌军第3突击旅就干了一件大事，在没有出动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俘虏了俄罗斯士兵。任务由无人机与无人地面车辆执行，先由无人机打击俄阵地，之后地面战车冲进防空洞。俄军罕见地选择投降，避免被炸没。幸存的俄军士兵被无人机远程护送到乌克兰防线，并被正式俘虏。为了更好地操作无人战车，在4月份，第3独立突击旅就在培养无人系统操作员和工程师，本职人员和现役人员都可以参加这些课程，军人免费培训。另一边，俄罗斯根本无法接受入侵的代价。根据乌克兰退伍军人记者德米特里·科甘的说法，从2022年11月到2025年8月的1000天内，俄罗斯仅占领了乌克兰0.97%的土地。如果算上俄军的损失，每占领1平方公里的土地就要损失170名士兵、5个火炮系统、4辆装甲车以及2辆坦克。而乌克兰武装部队战略委员会报道，在2025年的春夏攻势中，俄罗斯每占领1平方公里就要损失124名士兵，这个数字是很恐怖的。在第2次世界大战中，如果计算东线的面积，每平方公里损失2名苏联士兵，在阿富汗是0.02。到了俄罗斯时代，在2次车臣战争中，每平方公里损失不到1人。不过在乌俄战争中，这个数字就变成了170名士兵，是第2次世界大战东线的85倍。仅仅是过去的1个月，俄军就伤亡了28790名士兵，相当于2个以上的实际单位被全歼。此外，俄军还有1304门火炮被摧毁，这相当于73个炮兵师。对于俄罗斯来说，入侵乌克兰的损失是前所未有的，没有任何战争可以相比。但即便如此，普京依旧不愿放弃，前线损失不断扩大，后方经济开始崩溃。如果乌俄战争一直持续，俄罗斯似乎只有一条路可以走，那就是解体。乌克兰5万架无人机飞向美国。在之前的泽连斯基与特朗普的会谈中，泽连斯基提出了一项价值500亿美元的提案，也就是将乌克兰无人机出售给美国。现在最新消息来了，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计划在5年内向美国提供5000架无人机，也就是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生产计划将在乌俄停火后启动。对于这个消息，火力军并不意外，美乌之间的无人机合作很早就有消息了。不过，在乌俄和谈前景不明的情况下，美乌巨额无人机协议能否达成？对于乌克兰来说，向美国出口无人机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会带来多重收益。最直接的就是资金收益。虽说这500亿的订单是乌克兰用来换美国安全保障的，但不可能一点都不赚，最起码也能通过制造无人机刺激国内经济。其次，通过出口美国，乌克兰无人机可提升市场认可度，向国际潜在客户展示乌军无人机的先进性。美国都买了，你还有理由不买吗？不过，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笔订单最终会被搁置，因为从技术上来看，美国无人机技术也挺先进的。全球鹰系列无人机可以在高空长航时状态下进行侦察，2Q170哨兵无人机可以在高威胁环境下执行侦察任务。美国空军还在研制无人僚机，海军则是研制隐身无人加油机，技术储备一点不缺。而且，如果美国大规模采购乌克兰无人机，还会引起美国国内军工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对于这点，火力军只能说还是太年轻了呀。美国的无人机技术是很强，但乌克兰无人机的技术也不错。经过3年多的战争，乌军无人机的性能早已成为世界顶尖，无论是作战效果还是成本，在世界上都排得上号。特别是用于前线的小型无人机，这是经过实战验证的。美国与乌克兰合作属于强强联合，并不是美国无人机水平远超乌克兰，合作只是为了推动停火谈判。至于美国国内的军工企业，火力军只能说这是美国企业主动找乌克兰合作的，加上特朗普的背书，谁敢使绊子？不过也有人认为乌克兰做不到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对于这点，火力军只能说还是小看了乌克兰。在2024年，泽连斯基表示要为军队生产100万架无人机，实际上乌克兰超额完成了这个目标。在2025年，乌克兰的目标是生产超过250万架，实际上却是朝着450万架努力。乌克兰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议会委员会秘书、安全局上校科斯坚科声称，如果国家下令我们有能力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这还是战时状态。乌俄战争结束后，国内劳动力增多，也无需担心俄军空袭，生产速度只会更快，完全可以实现每年生产1000万架无人机。欧盟推出 SAFE 国防贷款计划，波兰成为最大受益者，乌克兰也将获得更多的装备。
在5月份，欧盟27个成员国初步通过了一项规模达到1500亿欧元的国防基金，也就是 SAFE 国防贷款计划。这笔巨款将以贷款形式优先注入成员国的弹药、无人机和关键基础设施建设。也就是说，欧盟成员国如果想买武器，可以向欧盟贷款，当场放款，当场买。不过这有一个要求，不能购买美制武器，只能购买欧洲或乌克兰制造的武器。当时美国提出欧洲的安全由欧洲人负责，欧洲极为团结，所以这点小要求完全不是问题。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欧洲多个国家都提交了贷款申请，包括意大利、波兰、法国等19个国家，其中受益最大的国家就是波兰。根据媒体的报道，在这19个国家中，波兰获得的份额是最大的，达到了450亿欧元，几乎是1/3了。波兰要购买的武器全都是其国产武器，包括谢氏榴弹炮、雷霆单兵便携式防空系统、战友无人机、博苏克步兵战车等。其他欧盟国家也可能会采购乌克兰的装备。对于乌克兰而言，这同样有一定的好处。欧盟国家购买新装备后，这些老装备怎么处理呢？答案只有一个，援助给乌克兰。如果要购买乌克兰的武器，相当于出资扩建乌克兰国产武器生产线。顺带一提，乌克兰现在还不是欧盟成员国，但依旧能参与 SAFE 国防贷款计划。英国也是如此，虽然已经退出欧盟，但也能通过单独的协议参与。除了贷款增加军费，欧盟国家自己的国防预算也在提高，创建了一个新纪录。根据美国防务新闻9月2日报道，欧洲防务局一份新的报告显示，2024年欧洲防务开支总额达到3430亿欧元，占欧元区 GDP 的 1.9%， 相较上一年增长了 19%， 创下新的纪录。该机构表示，2025年欧盟防务开支将进一步增加到3810亿欧元。报道表示，高水平的防务开支主要由各国采购新型装备以及欧盟27个成员国研发资金增长推动的。用欧盟官方说法表示，这两项投资合在一起被称为防务投资，并非花在部队工资或设施维护上的钱。其中投资占防务占比支出 31%， 达到1060亿欧元，其中130亿用于研发。根据欧洲防务局统计，2024年欧盟各国在装备采购上同比增长 39%， 研发支出增长 20%。在整个欧盟国家中，有25个国家在2024年增加了防务预算，其中16个国家增长幅度达到 10%， 包括德国、波兰、西班牙、荷兰以及瑞典。去年的防务开支增长速度甚至超过了欧盟防务局的预期，比该机构在2023年底的预测多出了170亿欧元。许多防务开支巨大的国家在俄罗斯附近，波兰名列前茅，在2024年的军费开始接近 GDP 的 4%。中东方向，美国将控制加沙地带10年，将其打造成旅游胜地和制造业中心。另一边，胡塞武装对以色列展开了报复。华盛顿邮报报道，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在考虑一项由美国主导的加沙重建计划，计划书的页数达到了38页，不仅有重建加沙的一系列计划，也有安置加沙居民的方案。在此计划中，美国将控制加沙地带至少10年，并将其重建为旅游胜地和制造业中心。与此同时，还有大约200万加沙移民被迁移，前往其他国家。愿意离开的人可以获得一笔5000美元现金，还有4年租金补贴，以及1年的粮食援助。拥有土地的居民将获得数码代币，用以换取地产重建权。持有人可凭代币在他处安顿，也可在未来兑换加沙重建后的公寓。如果不愿意离开加沙，那就安置在加沙内部受管控的安全区，直到完成加沙地带重建。白宫和国务院尚未回应，但这项方案与特朗普之前的言论很相似。在2月份的时候，特朗普就提出由美国接管加沙地带，建议将加沙居民迁往埃及和约旦。随后，美国将加沙改造为中东旅游胜地，不过当时被阿拉伯国家拒绝，或许这次也是如此。另一边，胡塞武装展开了报复。9月1日，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称，向红海北部的以色列油轮猩红射线号发射了导弹。在此之前，英国海上安保公司安布里公司曾确认，一艘悬挂利比利亚国旗与以色列拥有的油轮报告称，其所在位置附近海域发生爆炸，但船员全部安全，船只将继续前往下一个目的地。同一天，以军证实一架无人机从也门发射并冲向以色列，但是在进入以色列领土之前就被拦截。由于未构成威胁，连防空警报都没响，一架无人机飞越2000公里打击以色列，怎么可能成功？袭击油轮失败，无人机也被拦截。看来就像火力军之前说的那样，胡塞武装的报复就只能斗一斗自己人。在中东局势不断升温的情况下，土耳其开始修建防空洞，预望可能到来的危机。中东之眼等媒体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在以伊之战后，土耳其已经开始在全国各地修建防空洞。埃尔多安在6月份就已经批准了该项目。与欧洲的想法一样，将地铁站改造为防空洞。如果与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能够减少对民众的伤亡，包括和威胁。目前，安卡拉在内的几个城市已经开始建设，之后81个省份都要建造。
按照埃尔多安的说法，全球和平策略不过是个虚幻的假象，世界和平环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糟糕。土耳其随时准备迎战各种地区挑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修建防空洞就等于备战。土耳其这是要防范谁，一目了然。除了俄罗斯，也没其他人了。当前的南高加索地区，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已经远离俄罗斯，美国还要在这个地方插上一脚。就跟之前说的那样，美国可以选择渗透战术，离间俄罗斯内部的少数民族，之后派遣小绿人在俄罗斯那边举行公投。当然，以上只是猜测，就实际情况来看，举行公投分割俄罗斯或许有些难。不管怎么说，核武还是有用的，但渗透战术俄罗斯就管不住了。可以预见的是，南高加索的局势会越来越紧张。作为阿塞拜疆实际上的后盾，土耳其提前做准确也不算错。除了防御能力，土耳其的进攻能力也在大幅度增强，即将大规模生产高超音速武器。根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土耳其武器制造企业火箭工业与贸易公司在上周举行的国防工业活动上表示，从2026年开始，土耳其将大规模生产近期公布的高超音速导弹。报道表示，通过研发台风 Block 4型弹道导弹，土耳其成为为数不多拥有研发高超音速导弹的国家。作为土耳其射程最远的国产弹道导弹，台风 Block 4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持续速度超过3马赫，对战略目标的打击精度误差小于5米，配备惯性导航、GPS 和格洛纳斯制导系统。战斗部采用高爆预制破片弹头，专门对雷达阵地、机场指挥中心等加固目标进行打击。准确射程尚未得到证实，但美国战区频道专家在7月份的一份报告中说，其较大的尺寸使其属于中程弹道导弹的范畴，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至3000公里。早期的台风导弹可以打击565公里外的目标。但不管性能如何，台风 Block 4导弹的出现，使得土耳其首次具备真正战略级远程打击能力，使得进攻能力大幅度增强。以俄罗斯的防空能力来看，土耳其一打一个准。黑海方向，俄罗斯大规模石油泄漏事件已经严重威胁到克里米亚海岸。来自俄罗斯的媒体称，新罗西斯克港附近发生了一起重大漏油事件。当时，里海管道联盟海运码头上的一艘油轮发生泄漏事件。最开始的时候，泄漏面积约为75平方公里，排放量为4吨至5吨。但根据最近的评估，浮油已增长到约350平方公里，最小估计体积超过10吨。俄罗斯海上救援局合作的遥感专家谢尔盖斯坦尼奇尼称，目前污染主要集中在阿纳帕以西，预计石油产品残留物可能会被冲上阿纳帕以北。浮油主体在刻赤海峡以南向克里米亚方向漂流。这已经不是俄罗斯第一次发生泄漏事故了。2024年12月15日，2艘俄罗斯油轮在刻赤海峡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约4000吨燃油泄漏，引发了黑海沿岸的生态危机。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在经过巨大伤亡后，普京后悔入侵乌克兰了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